多巴胺和内啡肽是人体内的神经传导物质，它们在许多不同的生理和行为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传统上，多巴胺和内啡肽被认为是快乐激素，因为它们能够带来愉悦和幸福的感觉。但实际上，它们所带来的效果远比单纯的快乐更加复杂，从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微妙。你有上瘾的爱好吗？追剧不休息，刷脸书，刷抖音，看小说，而当你在做这些事时，能觉察到自己上瘾了吗？科学家发现，当一件事情能让人上瘾，往往是它会刺激大脑分泌出很多有正向激励的物质，比如多巴胺、内啡肽等，会让你感觉很好，从而坚持不断地做下去，以获得更多的此类奖励。上瘾未必是坏事，比如你对某项技艺上瘾，反复练习，成为高手，或者坚持运动上瘾，成为朋友圈的健身达人。但凡事都有限度，如果过度依赖这种奖赏，反而容易让生活的其他方面失衡。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递物质，主要负责调节身体运动、情感和行为方面的一系列活动。当多巴胺水平增加时，人们会感到愉悦、兴奋、自信和动力充沛，这也是为什么多巴胺被称为快乐激素的原因。但是，当多巴胺水平持续增加时，人们会感到上瘾，因为大量的多巴胺可以让人感到幸福和快乐，进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与多巴胺相似，内啡肽也是一种神经传递物质，主要负责调节情感和疼痛方面的活动。当内啡肽水平增加时，人们会感到一种舒适和愉悦感，这种感觉类似于快乐，但并不完全相同。与多巴胺不同的是，内啡肽在许多情况下是身体自然产生的一种激素，比如运动、吃甜食和与挚爱的人交往等。因此，内啡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快乐激素，但不同于多巴胺，它不会引起上瘾的感觉。总之，多巴胺和内啡肽确实可以带来快乐的感觉，但它们所带来的效果远比单纯的快乐更加复杂。当它们水平持续增加时，就会产生上瘾的感觉。这种上瘾感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快乐，而是一种强烈的渴望和需要。当一个人开始追求多巴胺或内啡肽所带来的感觉时，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他们会发现自己需要越来越多的多巴胺或内啡肽才能达到同样的快乐感，这种现象被称为耐受性。同时，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很难抵制这种渴望，进而开始表现出上瘾行为，如经常使用药物、不断地吃甜食或运动等。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多巴胺和内啡肽所带来的快乐感，也要关注它们在上瘾和行为成瘾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行为成瘾可能对个人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影响个人的身体健康，影响工作和社交关系等。比如打电动游戏这件事，因为它在设计时已经把上瘾机制考虑进去，所以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也常常令很多家长苦恼，特别是在寒暑假，简直没办法管孩子了。如何改善呢？那么对于此类不那么正向的上瘾，该怎么来戒除呢？我觉得对于家人来说，有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从陪伴开始。另外还有一个技巧需要搭配使用，就是替代，用另一个行为版本来替代当前的这个上瘾行为，比如沉迷于电动、
可以多去户外；有烟瘾的人想抽烟时，可以嚼个口香糖，或者健身；热衷于追剧、追网络小说的人，可以给自己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因为我们的大脑具有可塑性。当你习惯了另一个行为模式时，你会发现原先让你上瘾的东西变得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你的生活也变得健康正向起来。心理学家还有一个发现，当人和人处于一种陪伴、交流关系中时，上瘾行为会自动被抑制。如果你一整天陪住他，和他交流，有很多的对话，一起做一些事情，他可能一整天都不会有上瘾行为。所以，如果你发现家人或朋友有某些不太健康的上瘾行为，你想要帮助他，那么陪伴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对于玩手机这件事已经上瘾了吗？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